马克思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欢迎欢迎啊！这个西方朋友跟我们果然不太一样。文章中您发问，马克思主义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实现？是啊，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民间普遍都是您的思想，人们就担心咱俩到底合不合拍啊？诸位说呢？当然合拍。我看未必。是啊，实在看不下去了。这里边呢还有非常雷人的东西啊，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就是共产党为了宣传洗脑啊，以前又花样百出，弄出了这么一个节目。马克思见到了孔子，然后互相吹捧，吹捧半天呢，证明什么？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而且又符合孔子的思想。其实这就是共产党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中国化呢，这个中国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才1949年建国，对吧？才几十年的历史，它必须要挖那个根儿，去找能够说服中国人的一种所谓的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对吧？这个是表示爱国嘛。所以说，1949年之前都属于中国的历史，它都要把它放到这个框子里来。那谁是集大成者？谁是过去几千年来所崇拜的对象啊？就是孔子。所以说，他就把中国传统的一个代表人物和现在这个政权它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来源，就是这个马克思结合在一起啊。那当然了，这个郭沫若曾经写过那个马克思进文庙那个小品文啊，他其实就是在试图这么做，然后也是互相吹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文章当中有一句话，他说马克思到此才感叹起来，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您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今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还是孔子的儒家学说，都是经过N手的这种修改、解读、扭曲，最终变成了为自己所用的学说了。也就是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儒家这个孔子的学说也不是过去孔子的学说，因为孔子学说也好，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好，都必须在过去那个时代才能够被解读。你只能回到那个过去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才能够去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环境的产物。可是今天已经进入一个现代科技文明时代，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孔子的儒家学说，早就已经被否定、被淘汰，它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这种一个社会环境了。但是共产党为了维持它的这个统治，它需要一个所谓的传统来作为一个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那么他就把过去的，当然了，共产党因为它是本身旗下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所以说来自于西方啊，把这个马克思弄过来。但是呢，你说马克思当做中国人的祖宗也不太好，不太好听。我们中国人难道以前没祖宗吗？为什么找一个外国人呢？对吧？你这是不是崇洋媚外啊？所以说现在就给弄出了一个孔子来，然后弄出孔子来说，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孔子的学说。OK， 他们俩是相通的，他们俩是一致的。我把它称为天下大同。那你我的见解有颇多相似之处呀。然后还让他们穿越时空见面，然后互相的吹捧，互相的认同。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马克思加孔子就是现在的习近平的学说，习近平思想。所以这节目刚开始一上来，两人一坐下来谈，当场找了2个专家啊，就开始讲习近平思想。其实就是说，习近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同时也符合孔子的儒家学说理论。那这样的话，那不就是简直完美吗？那谁还敢否定习近平思想呢？中国人应当有中国的文化自信。到了新时代，我们找回了这种自信，因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使我们国家日新月异，翻天覆地，蒸蒸日上。所以说，为了给习近平思想找一个根基，
找一个源头啊，他没想到居然把孔子跟马克思放在同一个房间里边，特别有趣也特别雷人，当做笑话来看可以啊。我到中国100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是一个中国人了。比方说我看到在知乎上面有人就来评论啊，也是在不停的调侃说，倒是比较好奇啊，如果马克思要请孔老二来他家吃饭的话，孔老二会不会对燕妮能上桌感到无法理解？燕妮就是马克思的夫人。然后还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请修正药业作为赞助商，那将成为一记绝杀。修正药业是中国知名的一个医药品牌，但是它这个名字修正有另外一个含义，对吧？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意思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定的修正啊，实际上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啊，就是我对它进行重新的解读啊，重新的修订，这是修正主义。曾经苏联进行改革，要跟美国和好，中国骂苏联是修正主义，你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然后当中国改革开放了开始也跟美国友好了，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这个时候被朝鲜痛批，说你们中国搞修正主义。现在等于修正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居然把马克思给复活了，还把几千年前的孔子也搬出来了。我都怀疑孔子如果现在活过来的话，他能不能理解他是谁，他在哪儿，对吧？而这个节目呢，当中还请到了我们曾经调侃过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郭继成，他曾经就说过嘛，马克思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跟中国的传统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啊，非常契合的。他的原话是，马克思是潜伏在西方的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他的理由和方法其实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啊。你说任何古代一个人，你都可以说跟中国传统的思想非常吻合啊。你随便挑出他们的一句话来，跟中国的传统的文献里中挑出一句话来，搭上了，都大概是一个意思。这时候 OK 了。亚里士多德也是中国人，柏拉图也是中国人，苏格拉底也是中国人啊！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当做中国人，因为他们都说过一句话，跟中国古代的某个人说的一句话是吻合的。他这个方法挺无聊的，特别的低级，但是呢，他就愿意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可以为现在的共产党来进行这个理论建设啊，这叫理论建设，这叫做舆论宣传。这个大道也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是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根本遵循。我赞同。但是别忘了，共产党曾经对孔子是极尽否定、羞辱，把孔庙都给砸了。我们学过历史都知道，有破四旧，有批林批孔，有文化大革命。那在文革之后，在1973年，虽然说文革10年浩劫，从66到77，但实际上1973年那个时候，文革的高峰已经过去了。那在那个时刻，毛泽东就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批孔子，但是我们绝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出来给予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这是毛泽东曾经的预言。你什么时候把孔子再抬出来，说明咱们这国家也就完了啊，共产党也就完了。因为孔子代表的是过去那个统治阶级，对吧？是曾经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象，应该这么说啊。因为孔子本人挺倒霉的，他没有说要搞一个这个专制大一统，对吧？人家是生活在春秋时期的，但是后来董仲舒独尊儒术，对吧？我们之前讲过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孔孟的学说就变成了这个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统治利用了孔子的学说其实就已经是对孔子的背叛了。但是孔子本人怎么想的也已经不重要，他已经死了，他的学说后来被人利用，这是他管不了的事儿。但是后来呢，几千年之后，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要改朝换代，他要掀起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叫推翻过去的统治阶级，自然要否定孔子的学说。毛泽东虽然是个实用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就是斗争哲学，就是永远要斗争下去不可能停的。所以说他一定要不停的斗争，哪怕是共产党已经建政之后了，形成自己的官僚体系了，他也要把这官僚体系给斗争下去，发动红卫兵，对吧？推翻当时的
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体系。所以毛泽东的理论叫不断革命理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他认为你什么时候又把孔子抬出来了，共产党不再革命了，不再搞农民起义了，那他就要完蛋了，因为他失去了那个就是他成立的初心。所以今天你如果把孔子抬出来，跟马克思一起去做节目，那等于是你共产党忘了自己的初心，忘了你曾经批孔的初心，忘了你曾经参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吧？那个初心已经消失了，这说明你变成了你曾经反对和推翻的那个腐朽没落、专制独裁的统治阶级，那你不就要完蛋了吗？这是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我觉得放在今天真的是非常合适，是吧？大家可以看得出，我从来不因人废言啊。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代表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都是没道理的啊。这是要分开看啊。就像今天的以巴冲突来讲，对双方来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也不是太光彩，说实话，不过确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未来以后我再跟大家聊这个事儿。但不管怎么样，当马克思遇见孔子这个影片啊，或者这个节目电视片连续好多集，在湖南卫视上映，曾经最市场化、最娱乐化的频道，他们现在也得去充当政府的宣传工具啊，也得去宣传这些政治正确的内容。但是湖南卫视确实还是有点娱乐头脑，把这个一个枯燥无味的宣传片变成一个娱乐片，让孔子跟马克思一起穿越。我估计下边他们可能就得拍电视剧了啊！孔子穿越到德国去，然后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双方一见如故，然后再不小心穿越到了现代的中国，然后双方都看傻了。这不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天堂吗？我估计哪天这种电影或电视剧就得上映了啊！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反正一切的目的就是给今天的共产党来碰臭脚。但是他们讲的内容之荒谬之可笑，既是一场喜剧，同时也何尝不是一个悲。这两个人死了这么多年，还要被今天的一个专制统治者去消费，他们如果活过来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